湖春的肚子比刚才要大多了，那个就显得更加的匀净，而这个脖子和口就小和细，而这个肚子显得很大。色彩的运用上，它的色阶相对要少得多，少得多。这件东西呢，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碰到的，但尽管如此，也不是特别的多。这个是在下围棋对弈这个看见没有？这个紫色调，大家要注意这种紫色调呢，已经从珐琅彩里边演进到粉彩当中，一直到后来我们在咸丰、同治、光绪里边还能见到这种紫色调我们叫藕褐色藕褐色。这个呢是这个一个小盘口瓶这个盘口瓶呢也是有40公分吧左右也是比较少见的百花园里盛开的这种花卉，有我们讲的这个粉彩，也有矾红彩这个里边大家看一下就行了这种造型都是很特殊的。这个呢是我们在英国大卫德中国文化基金会里边见到的一个双耳的扁壶这个是白头翁，富贵白头。这是它的两面那个是那一面，这是这一面，一面呢显得很华丽，一面呢显得很素雅这个款呢我们就不看了这个呢在拍卖市场曾经见到过，在苏比佳士得这种双耳的这个瓶这个也是属于比较经典的比较漂亮的一种。这个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民谣当中的一些色彩，这个我们就不多讲它了。好，我们看看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雍正粉彩呢，它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呢相比较而言呢，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器型的变化。和雍正、康熙相互之间两者一比较康熙的东西呢的确是雄伟、冷峻、挺拔，这是一个时代的主旋律。而雍正的东西呢，它一改了康熙时期的那种古拙，而每一件器物呢，它的线条更加的柔美，这就是雍正时期的特点。你比如说棒槌瓶，我们雍正几乎是看不见的这个康熙几乎这个雍正时期是看不见了，那是康熙时期特有的一种造型。还有那种这个四面的四棱的那种棒槌瓶，那么在雍正时期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器物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雍正和康熙之间它是有区别的尤其是我们过去一直讲雍正皇帝虽然在位13年，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操心的命，事无巨细，什么都得过问关心，尤其对瓷器的造型色彩，它是有很多的要求，它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你像康熙也好，乾隆也好，乾隆反正你只要烧得漂亮烧得华丽你只要我觉得满意就好了。雍正皇帝不是这样的对于任何的造型纹饰，他一定要过问，他认为好的坚持，甚至要改进，他认为不好的直接就把它去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造型在雍正时期就没有了这又没有了。那么所以呢，它传统一些东西，比如说梅瓶玉壶春瓶橄榄瓶像这种，尤其是橄榄瓶这种东西
我们记得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啊，粉彩的福寿双全的那个橄榄瓶，那个全世界没有几件的，那是当时是张永贞女士捐给上海博物馆的，当时花了4000多万港币买的，最后捐给上海博物馆。像那种造型，我们在康熙几乎是很少见到，但是在雍正时期，这种这个造型呢就比较流行。比如说天球瓶，那么雍正是仿古的，我们就看到雍正仿永宣的这种造型，他就把它继承下来。但是呢，除了青花以外，它就在粉彩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造型，花卉啊、花鸟啊，它都有。那么所以这些呢，都是他完全把它继承下来的。比如说文具啊，文具我们看到文具当中康熙时期的笔筒大家注意，一说到笔筒我们要注意，这个笔筒呢，从我们明代我们文人墨客这个笔筒是少不掉的不管是瓷器也好还是木器也好，尤其木器当中的黄花梨那种笔筒，还有杂木的笔筒，它有一种束腰的明晚期到清早期都有，请大家注意，我们瓷器当中也有，但是到了康熙晚期，它就不是用束腰了，它是直筒了。比如说德贤陈颂，你看它那个就是直筒的，这种东西的这个造型它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明代的器物，明代的木器也会对我们的瓷器产生影响反过来，我们瓷器的这个一筒形的这个造型，对后来同时代的这个笔筒，比如说木器的紫檀的、黄花梨的，也会产生影响，也会由束腰的变成一筒。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所有的学者、爱好者，请大家注意，要关心它，因为可能这个木器对我们鉴定瓷器有参考作用，可能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我们要学会了相互之间的融会贯通，我们可以相互借鉴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时代的特点很重要。我从搞这个讲座开始，一直跟我们镜头前的朋友都在强调这个问题：时代的共性很重要我们这个一个脑子一根筋，只是要往前钻，不知道它会融会贯通，你这个人没有长进的，你永远没有什么深度的，因为你不会变通，你也不会的用别的东西来印证这个观点，印证这件东西，你这个学怎么学呀？这是我们很忌讳的一件事情我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人要加以重视的。另外一个就是雍正粉彩，它这个粉彩装饰的内容它涉及的面很广，花卉、花蝶，这个刚才我花虫、秋虫这些都有了。那么花果、人物故事、动物、山水画，这都是它的主旋律，可以说基本上包括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种种，甚至是涉及的各个方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大家看到我这个上面这个涉及到的花卉有20多种我这个都是给大家直接公开看的，是吧？什么牡丹花呀、玉兰花呀、天竺腊梅水仙、兰草，这些都是在它的这个装饰内容当中都会展现出来。另外呢，就是人物人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康熙时期的人物比如说刀马人，到雍正时期几乎是很少见的因为这一点的话呢，可能与这个雍正帝
他的喜好有关。因为康熙帝他当年的国泰民安当中，他还考虑到了一个居安思危，希望自己的8旗子弟要学会了文武双全，不能贪图安逸所以呢，把历史上的一些故事、一些人物把它在瓷器上展示出来，在民间展示出来。实际上呢，它也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个国家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要懂得居安思危。但是呢，雍正时期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刀马人的这个纹饰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不听指挥这个。那么这是一件梅瓶大家注意，这是个梅瓶，但是这个上面明显的是什么呢？按照我们传统观念讲，这是一个刀马人这个梅瓶呢，是我在上海见到的一件也是我经过我手的。这个上面的人物是什么呢？瓦岗寨的一个是尉迟恭一个呢是这个秦琼这个是战秦琼尉迟恭战秦琼。而这个山头上站的是谁呢？程咬金这是程咬金。所以呢，这个用粉彩来表现历史故事和人物，用这种战斗的场面来表现，这个的确在雍正的粉彩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我们见到很多粉彩的东西，唯独这一件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很少见到很少见到。而且呢，大家要注意这个里边的，看见没有？这个上面的柠檬黄注意这个上面的柠檬黄颜色呢非常的娇嫩，但是有一条，它这个底明显是打了玻璃白的。因为这个东西经过我手，我是非常清楚的，它这个柠檬黄很厚。这个颜色呢厚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它的彩的表面隐隐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开片现象。大家要注意，到了清代晚期我们粉彩有很多是脱彩的现象，很严重。原因在哪儿？就是因为彩堆得太厚，再加上在烘制的过程当中火的温度掌控不好，所以这个色彩吸附在器物的表面，或者说釉的表面，它的牢固程度不高，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出现剥彩的现象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呢要认真观察的一件事情认真观察的一件事情，也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我们继续。那么这些东西里边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官窑器当中呢多绘制仕女人物，线条柔和，体型修长，面目姣好，身着
汉装。大家注意啊，我们在瓷器当中，在青花在粉彩当中也有我们人物着满族人服装的啊，但是更多的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汉族人的服装啊，汉族人的服装，而且呢，在室内的陈设，大家要注意啊，很有意思。它这个陈设里边有几个东西呢，你要注意。一个是几案、绣墩、栏杆、博古啊，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瓷器当中表现的比较多啊，表现比较多。尤其这个几案，一个是几，一个案，这个两件东西啊，在雍正时期很有个性。我在这儿给大家看几个照片，提醒大家要注意，官窑器上有民窑器上用的最多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要碰到的。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当中，注意，这个案呢，大家注意，上面是个平面啊，这个底下用什么呀？看见没有？这个很多人可能不会仔细看啊，不会仔细看。这个是什么？我们叫斑竹啊，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香妃竹啊，看见没有？这个不是我们讲木头啊，也不是紫檀，也不是黄花梨，也不是其他的木头，它是用竹子啊把它做成的。大家要特别注意，雍正时期它的这个图案和纹饰啊，尤其是在室内的啊这种陈设器当中，几和案子上面，它有很多的特点。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特点，喜欢用香妃竹。好，再看一下，看见没有？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啊，这个几架啊，它上面也是像个斑点一样的。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香妃竹，也叫斑竹。这件东西，这个是在英国维多利亚奥尔伯特博物馆里的，而且05年我去英国的时候专门去看了，这东西还陈列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件东西呢，曾经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曾经出过这本书的啊，上面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奥尔伯特博物馆啊专门出的这本书，这是做的封面啊。这件东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很有特点啊，很有特点。这个同样，看见没有？这个后边的这个案子也是用香妃竹，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后来啊很少见到用竹子啊做成框架，上面放案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大家注意没有？这个案的面上啊有山呀，有这种像个有纹饰一样的东西。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没有研究过，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云石，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大理石。在雍正时期，很多的案子它的面用的就是大理石做的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好像看着有像青花画的山水，其实不是的，它是大理石的面，用天然的那个纹路给你感觉有山有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啊赏石，也喜欢用石纹来做很多的块面，比如说做插屏啊，比如说做案面，比如说把这个石头做成案头的摆饰啊，这种东西我们故宫里很多，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文人雅士在自己的案头上面放这个石头来加以装饰啊，这个室内的环境。
或者是这个把玩。我们把这种东西呢叫赏识啊，大家要注意，我这是从2个方面告诉大家。这个我们不去看它，大家注意吗？这件东西看见没有？这是一个雍正粉彩民窑的一个瓶，注意这上面的案头没有？当然，这个不是用的香妃香妃竹做的这个框架，这是有可能是酸紫的，有可能是黄花梨的，但是绝对不是紫檀的，因为紫檀颜色很深，那么这个的案面看见没有？非常明显，这个就是大理石，大理石。好，这个我给大家看完了以后呢，我再给大家看这个来，我们继续这是雍正12美人图这是故宫里的我专门还把这个买了这一套。大家注意没有？看见没有？这个案的底下是什么？这是香妃竹这个图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如何来融会贯通。那么雍正瓷器上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在同时期的绘画当中去找，因为绘画来源于生活，我们通过它来源于生活的东西，我们从中间去寻找同时代有没有相类的东西。所以我在之前给大家讲什么叫融会贯通什么叫相互的互鉴呢？这个就是个非常标准的一个鉴定文物的手段手段不是光看瓷器来鉴定，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依据，而且是个标准器。这是宫廷的仕女图我们再看这幅图，我相信大家都见过如果说这个在我们周边地区包括研究时间长的，可能搞书画的人当然一定知道了如果说没见过的，我告诉大家，这个你们看一看，这个仕女坐的这个椅子有点像南关椅，但是它又不一样看见没有？他坐的这个椅子就是香妃竹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就是提供我们一个鉴定的依据。那么这一件东西这个我们叫什么？有的把这个叫什么床这个方面看没有？这个边上，这可能是紫檀的，但是这个边上镶的是什么呀？这个就是大理石这就是大理石，这个绝对不会错的这个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依据。看见没有？这个桌面，这可能是黄花梨的桌子，这个里边，这个上桌面的图案就是大理石就是大理石。那么这一切呢，就告诉大家雍正时期在使用材料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征。那不仅仅在生活当中有，在宫廷里有，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会出现，在我们瓷器当中，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出现的一些现象好，我们再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在研究这个瓷器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问题注意这些问题。那么好，那么刚才我给大家看了那么多瓷器那么现在我就讲一下那个雍正粉彩的款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款，那么雍正款呢，它有这么几种现象。第一，官窑多为青花双圈内书6字2行楷书款这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有双方宽6字2行款的，同样也有不带框的6字3行铁线篆款
这个呢，请大家注意，铁线篆不是这个乾隆的专利，是从雍正开始就出现了。这种铁线篆在青花当中有，在粉彩当中有，还有呢，是在单色釉当中用的最多。除了6字，还有4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安窑或者熊窑喜欢用青花双圈内大清雍正年制横的6字3行款，咱们就不去现在去追究它哪个是安窑，哪个是这个熊窑了。我们只是刚才前面都讲过了，就不再重复这第二、第三。民窑粉彩当中有这么几种现象：第一，沙底。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瓦岗军的这个秦琼跟这个尉迟恭这个梅瓶，它底下是细沙底的。那么同样，刚才我们看到2个侍女在下围棋，那个呢底下是有釉的，但是底下是白釉，什么都没有。但是也有底下带双圈的，也有底下双圈带花压款的，比如说必定如意，比如说一个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纹饰这个呢是这个民窑当中比较多见的。那么第4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小碗底下偶有青花4字2行款的这么一个写法。那么这种东西呢，应该是属于民窑当中的民窑当中的这个细录的东西。那么这种呢，我们讲4字的呢，其实官窑当中也有双方框雍正御制这个款的，是用在什么上面的？用在珐琅彩上面的，是青花款。因为我们知道康熙是用珐琅彩这个珐琅写款，一个是胭脂红一个是用蓝料，而雍正呢既有珐琅也有青花，而乾隆基本上都是用蓝料款这个写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研究雍正粉彩的时候呢，对它的底款一定要了解它有哪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讲雍正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因为细部的一些东西呢，我们就没办法再讲了再讲的话今天又讲不完了我们只能这么说吧，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而且有些特点呢，刚才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就强调了，大家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哪些现象哪些现象。推荐当中呢，我会结合不同东西会给大家讲这个东西的特点还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雍正这一块那么乾隆呢，它这个粉彩呢，它是综合了康熙、雍正2朝这个制瓷工艺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本朝瓷艺这个呢是这个乾隆时期的一大特点，创造出了许多格调新颖的粉彩瓷器。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雍正到乾隆时期呢，它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雍正6年以后，唐英到了这个景德镇读陶，那么这个人物呢，就把雍正时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和绘画技法、制作工艺带到了乾隆至少在乾隆20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唐英起到了主导作用，把那些好的经过不断实践认为比较可以肯定的都保留下来，在原有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创新。因为国家繁荣，经济发达，
那么有实力去进行创新。那么这个呢就跟唐英就没多大关系了。那么因为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这个和唐英之前的一些作品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那么我们底下再说啊。那么它有哪些特点呢？第一，粉彩的装饰方法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因为看到乾隆瓷器以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搞了一辈子了，所以看到一些人拿的东西心里都哆嗦。为什么说哆嗦呢？拿不懂得怎么拿，看不懂得怎么看，是吧？这个是让人家，尤其是在拍卖公司那个让人家是心惊肉跳因为人家这个东西很贵，是吧？到你手上，人家都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办。不给你看，对你不尊重；给你看，人家哆嗦这个呢就是蛮伤脑筋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一个要懂规矩，第二个要懂怎么去看那么，所以我们讲它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它一改康熙、雍正时期的清新高雅，风格变得纤巧繁缛，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乾隆20年以后，它的风格变得就出现了这种纤巧繁缛，它的纹饰装饰就没有雍正时期我们讲格调怎么高雅。我在表现一个主题，而不是把旁边画得很满，究竟是看边饰还是看主题呢？是吧？这一点我们刚才讲了，雍正仿古仿的水平是最高的。高在哪儿？它的格调高，而且它的艺术取向比一般人要高，是吧？仿宋画，你看我们看中国的绘画，宋画是最了不起的，山水雄壮那么花卉雅丽，我就画一朵花那么留出很多空间来，让人看得很舒服，很舒适。那么雍正他就采纳了这一点但是乾隆皇帝就改了，他把旁边的这个辅助纹饰放了一大堆，然后中间是一个主体纹饰，他是这么干的。出现了许多多种的色地粉彩瓷器，用红、黄、蓝、绿、紫、粉、金酱色以及粉青釉、豆青釉、窑边釉等等多种色釉为地，再在色地上描绘粉彩纹饰，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一旦出现这种现象，请大家注意，这个年代你就不要往上看。所以我们讲看粉彩，你首先把握康熙的可能性存在不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那就直接往下看。雍正、乾隆，这两个都不在，就直接往后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知识，这就是一个经验，那看东西就要学会了这么看，那这样的话就省了很多的力气这是第一。第二个，锦上添花我以前在这个器物推介的时候呢，给大家讲过一个。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最爱讲的，百花不露地儿。其实它有更雅致的名字，叫锦灰堆，叫锦上添花，这不显得更高雅吗？但是我们很多人不会用，那没办法叫锦上添花。那么这个锦上添花呢，实际上它是采用了珐琅彩瓷器上的压道工艺那么在这个工艺上加绘西洋花卉然后呢，同时在盘碗瓶壶的腹部锦地上留出圆形、长方形、桃形、16形、扇形、书卷形，是吧？这个树叶形的空白，然后在这个空白处再加绘这个花鸟
这个人物啊、山水呀、甚至博古图，还有的呢，再在上面加绘御题诗。这些御题诗又是什么呢？用各种的书体，比如说用草书、用隶书、用篆书、用行书，用各种书法来装饰它。但是这种方法呢，民间窑也采纳，是吧？也受官窑的影响，也用这种装饰技法。但是请大家注意，民窑用压道的工艺是不多的，有没有？有，告诉大家一定有的。但是压道工艺对民窑来讲，它的费用要增加，所以有很多的干脆呢，比如说用珊瑚红画一画，留个空白然后在里边绘画，然后在珊瑚红上描点金民窑当中最喜欢这么用，但民窑当中也有用压道的告诉大家。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民窑这种工艺呢，在我们那个地方把它叫什么呢？叫各种色地的石井盘碗为什么叫石井呢？就是各种颜色这种方法那么相对这种呢，其实相对跟官窑比起来呢，就显得更多的是一个草率所以我们往往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乾隆窑里边有这种类型，嘉庆窑里有，道光也有，但是不多了。然后底下落个款，落的款有的还规矩一点，有的款落得一塌糊涂很差劲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这种一个呢就是它的色地上面加彩，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锦上添花。什么叫锦上添花？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锦上添花？首先看一下吧。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苏比拍卖当中有这么个双碗扁壶，这是在苏比成立20周年那一本书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当年拍卖的那件东西。它就是什么呢？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用的色地豆青釉暗花，然后呢中间留白，留白以后呢再加胭脂红，定是在乾隆20年以后了这种非常繁缛的装饰技法。而且呢这种上面的包括上面这个蓝料彩都是采用压道工艺。大家注意看见没有？这上面是不是压道很明显上面是压道的很明显。包括上面的这个都是用的压道。这个就是我们在清宫档案当中明确的讲的，叫锦上添花尤其是这个工艺把这个压道叫锦做地，上面画的这种花卉，你看尤其中间的这个莲花已经变体变得很厉害了已经和我们正常的莲花那个形态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叫锦上添花这就是我们在清宫档案我们叫论之有据一定要把这个话要说明白，让大家要知道这种工艺在乾隆时期是大量出现的大量出现的。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看这个，看见没有？这个葫芦瓶这边是镂空的，我们叫它焦太瓶。那么这个地方都是做的色地而且也是锦灰堆的，上面是皮球花，看见没有？这个上面都有压道的都有压道纹饰的那么再说皮球花这个纹饰雍正开始的，不仅仅是粉彩当中有
斗彩当中也有，然后就是乾隆有，对不起，嘉庆以后就很少见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脑子一定要有一个印象，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有的，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就很少见了，甚至以后就不考虑了，就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在所有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学的人都是必备的要牢记的东西，啊，不然的话，这个一看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民国的，还是光绪的，这乱说一气，这个不行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这个也是啊，也是如此啊，这个都做的色地，而且都是压道的，这种东西都叫锦上添花，啊，纹饰都叫锦上添花。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强调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要看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配上诗啊，镂空的那一部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松石绿地的啊，也是跟刚才讲的意思差不多啊，差不多。那么中间的这个图案看见没有？一首诗啊，这是隶书的，一个景。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绘画当中呢，把它叫什么呢？叫隔景。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我们陶瓷当中呢，像因为这个器物比较大，它就用不着把它割成一个秋叶，这个显得很小气。那么它干脆就留了很大的空间，上下用色地，中间主体纹饰采用隔景的办法。这个中间除了用隶书，有楷书，有篆书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啊，还是这一件东西啊，大家看一下，看见没有？这是行书、篆书啊，这是用的隶书啊，这是隶书啊，这是隶书，这是用的楷书。同样用的是四季花卉，但是呢，在一个瓶上面，它不能全部用书法，但是呢，它也没有全部用一种花卉，而是用四季花卉来代表一年四季，然后再配上御题诗，啊，显得这件东西呢就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呢就是乾隆时期啊，它一个独树一帜的一个装饰技法。好，我们再来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此时出现了用松石绿釉装饰器物口部及底部的技法。那么乾隆时期就比较多见了。松石绿啊是一种低温的彩釉，啊，是一种低温彩釉，成色呢非常浅淡，略微的闪一点点黄，釉面略显微微的不平，大家要注意我这个措辞。微微的不平，常常带有细小纹片，这种东西在雍正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或者说出现了，一直延续到民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一，这个松石绿啊，它是用管子喷上去的，不是用笔把它刷上去的。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现象，用肉眼一看，它的表面微微不平，有高低厚薄之分。第二，从乾隆以后开始，这个松石绿颜色慢慢变绿，由淡淡的蓝色调变成了
绿色调。这个呢，是我们鉴定雍正以后、雍正、乾隆、嘉庆以后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色彩的标志。我们讲鉴定啊，不是说看某一点，要综合的看，但是有的时候某一点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示，而这个色彩的提示至关重要。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它的表面略微的不平，是用主管蘸着这个色彩吹上去的、喷上去的，因此通过炉子一烘烤以后，它有高低不平的感觉，厚薄的不匀。请大家注意，仿品用的是什么？后来的仿品仿得很好啊，但是他们用的不是主管吹，请大家注意，他们是用的喷笔喷的。这个喷上去的颜色，有的颜色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喷笔的喷嘴啊，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的小，所以喷出来以后，它的表面啊，非常的平。如果看到这种情况，请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这个有可能是仿品，因为我们的古人没有喷笔的，他不可能达到这种标准。平整如镜，怎么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唯物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要把历史把它断开，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啊。那么我赶快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呀，永远是讲不完的，真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松石绿看一下这个松石绿是什么颜色。先看一下这个款吧，看一个款上的颜色这个边上的颜色，看见没有？这个蓝颜色，这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东西。我记得我们保利吧，好像也拍过一件，还是保利还是嘉德大家注意一下，看这个蓝色调，是淡淡的天蓝颜色。好，我赶快再跳过去。这也是一件东西一个器物上的松石绿底，大家注意，这个蓝颜色是带的淡淡的蓝色调。大家注意上面有一些开片现象，看见没有？我不知道镜头前的朋友能不能看得清楚。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露白，看见没有？露出釉出来了，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彩跟胎的结合不是特别的致密，再加上彩有点厚，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剥落了这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问题，好吧？这是这一个问题这一个就是这件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东西是我们叫慈母的底下的一个底面上落的款，注意底下落的这个颜色，看没有？松石绿，也是松石绿，也是淡淡的蓝色调好了，不给大家看这个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嘉庆的这是一个嘉庆的，这个颜色看见明显的比刚才那个颜色要暗一些这已经开始要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我们在看这个颜色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看见没有？这也是个嘉庆款，底下的这个底，这个颜色看见没有？已经变深了已经变深了，大家要特别注意。我来再看看倒光的有没有
这个款不太清楚啊。这个颜色呢，已经变了，已经变化了啊。这个我们没有资料就算了，我们就不能再跟大家讲下去了啊。那么，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一下，从道光开始，这个松狮绿的颜色蓝中偏绿，一看到颜色变深变绿，请你们注意，时代不可能往前啊，在鉴定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这是我们讲的乾隆时期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装饰方法有独特的表现形式。第二个就是仿生瓷的制作，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啊，乾隆时期的仿生瓷，使我们中国呀这个瓷器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清末呀，就是那个吉元守的《陶雅》当中啊，专门载了这么讲的：象声器皿，色墨非一，人物鸟兽，只不胜屈。由于工匠们啊，准确地掌握色彩的变化，以及利用粉彩粉润柔和的质感，在仔细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物体体征的基础上，先行构思设计，然后再仿制各种工艺品，比如仿干鲜果品、仿木纹、仿绿松石、仿珊瑚红、仿玉石、仿斑竹，就是刚才我讲的香妃竹，仿金银器、仿古铜器、仿漆器剔红、仿竹刻、仿太湖石、仿鱼、仿鸭、仿螃蟹等等等等，有20多种，甚至还不止。其娴熟的精湛仿制技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是有一条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仿生瓷，我们讲乾隆是达到了巅峰，但是呢，雍正已经在开始仿了。也就是说，仿生瓷的出现，也是和一个人有关，与唐英有关。乾隆时期只不过继续的延续下去了，而且越做越好，越做越漂亮。那么我们赶快看一下啊。这就是典型的雍正的一个像个桶形的啊这种花盆啊。那么外边呢，这个上面完全是木纹啊，完全是木纹。那么这个外边是一个箍啊，我们叫箍，是用啊像竹子一样编起来的这个箍。在当时代，这种东西啊是在生活当中是最常见的啊。我们现在看不到这种工艺了啊。在我们小的时候，用铁丝做箍，用铜做箍，用竹编做箍，来箍木桶、箍盆啊，这种东西啊，我们小时候是经常见的。现在我们镜头前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从今以后可能都看不到这种工艺了。但是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先辈们，把这个宝贵的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留给了我们，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社会的一些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学陶瓷的人要学历史，了解当时人的风尚习俗啊，这就是一个代表作之一。这个看见没有？这个瓷器的做法，包括里边的啊这个纹路，它都把它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只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底下的款。我刚才讲了6字3行铁线缎款，这种款一般都是不带圈的啊，不带双圈的啊。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好了。这是仿的一个木桶，这个木桶和我们当时包括我们这个几十年前见到这个木桶的形式一模一样啊，
也就是几百年来这个造型几乎都没有变过。但是这是雍正的东西，而且这个纹路造型一模一样。在我们江南地区，这种木桶尤其多见，因为水乡啊，用木桶提水，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最常见的东西。而江西景德镇来自于沧江边，你想想，当地的老百姓用木桶提水，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必备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生活用品。那么做这样的东西，拿一个木桶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我们就这个造型来做，然后再按这个纹路往上描上去，这是手到擒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的这个对色彩掌握的技艺呀，已经是炉火纯青了。这也是个代表作之一。好，赶快再看，这个是底下落的款，和刚才一模一样啊。但是这种东西呢，我们看到流通的很少，啊，我估计这种东西要从市场上出现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很喜欢的，因为它不是木头，它是由山上的石头通过72道工序加工出来的一件艺术品，啊，这种艺术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啊。这种东西在拍卖市场当中还很少见到，啊，很少见到。好，赶快，这是一个仿生瓷，但是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粉青，啊，这是我们故宫里边藏的一只鸡，一只大公鸡，卧着的一件大公鸡啊，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它底下是一个盒一样的。那么这么做的目的呢，使这件器物啊。这个底更加的稳固，所以采用了这种办法，啊，采用这种办法。好了，不都能看了啊，我们在底下还有很多。底下的东西呢，大家就浏览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呢是仿漆器的，上面有玉题诗。啊，这个呢，我们在拍卖市场当中还曾经见到过啊，这个咱们看一下就可以了。上面呢是矾红描金啊，这个篆书玉题诗，这是它的底款。这个底款也是完全一样的漆器，清宫有收藏，我们也见到过、上手过啊这一类的东西，胎体比较轻，一般像这种呢。夹柱胎的比较多啊，木胎的比较少，因为它胎比较薄，抓在手上非常轻啊，而且底下落款的形式也是用楷书大清乾隆仿古6字3行款啊，这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呢是木纹的啊，多墨壶啊，咱们看一下就行了。口沿像这些呢都是这个铜箍，但是呢它用金描了一下，上面是它的盖儿啊，这个就仿生瓷啊，看一下。这个呢是用木纹啊悬销的，叫扎箍扎压木碗。这个是仿木头的，啊，这个木纹仿的也非常细。这个呢在青藏高原上叫奶碗，或者叫奶茶碗。我们在青藏高原的时候，这个当地的藏民也用这样的碗给我们喝奶茶，啊，那早了，那是70年代的事情啊。看见没有？这是仿漆器，里边描了金。这种仿漆器呢，当年宫廷里边确实有，而且呢是用的金胎，薄薄的金胎啊。那么这个呢是完全按照实物来仿的。啊，这个呢是海水龙纹啊，咱们看一下，还是扎箍扎压木啊造型。这是碗啊，茶碗。这都是剔红啊！这件东西呢是上海博物馆的，至今还陈立在外边，大家随时可以去看，啊。这个呢也是啊，这个仿的剔红。这个底款。这个呢仿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竹器和木器编织在一起的
康熙时期就有这么一种做法。这个是乾隆的啊，这个平面的这一块呢，它是木头，边上的这一块呢是用竹器编起来。这个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但是这个宫廷呢，用实物来仿，啊，仿的这个龙纹仿的非常的像，非常好，用描金啊，大家看一下就行了。这个造型康熙有，这是底款。这种呢叫漆金，也是仿的木胎的漆器，上面用漆金的啊，这个盖盒。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都有的啊，这都是仿生瓷，我们看一看就好了。这个是剔红啊，这个瓶，这个百寿啊，百寿瓶。这件东西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为什么摆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这是2001年苏富比拍的一件东西啊，因为这件事情呢，让苏富比蒙受了千万元的损失啊。这个当事人呢都受了处罚，这个事情我们不去讲的来龙去脉了。但是我把它留下来的目的是告诉大家，在这个本世纪初，我们景德镇啊有些高手仿的这个天球瓶，用雕漆的办法，上面上了一层矾红，这个工艺精湛啊，从那以后再没看过超过这个水准的。当时也把我镇住了。因为我是在上海老锦江饭店里看的，当时的这个巡展的时候呢，是他们的总裁啊，叫Julian Thompson啊带队来的。那件东西因为摆在这个一个明显的一个角上，放在一个脊上面了，我当时以为是一个剔红的作品，非常漂亮。但是走到跟前，因为它太漂亮，我走到跟前呢，用手一摸，我发现是瓷的。当时让我非常震撼，啊，非常震惊。然后呢，汤普森走过来，因为汤普森会说汉语，跟我讲他干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后来我叫他把款给我看一下，他帮我看了一下，底下就是刚才前面看的，是那种篆书款，刻的那种篆书款，非常漂亮。那么这件东西呢，最后呢，发现是上当了，上当了。这是我们看到本世纪仿了一件最漂亮的一件剔红的作品，但是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之前没有这个品种的，那么后来这件东西呢被发现假了以后呢，也再也没有人去仿它了。但是这个工艺做的是太好了，确实太好了，让我很震撼，我们也是通过学习以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这个是我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现在的水准非常高。这个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东西这个是放绿松石的，现在还陈列在外边，双管瓶，大家看一下就好了。这个是绿松石做的茶盖碗，这个是它的底款，也是上帛的这两件东西，这个仿石纹的都上帛的，这一件也是仿竹纹的，看见没有？这叫鎏青鎏青夔龙纹这个仿竹雕笔筒，这是底款。这是仿象牙染色象牙的一个壁革一个壁革。这一件呢也是一件壁革上面也是鎏青的，非常漂亮工艺也非常精湛。这个呢，就是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这是香筒，仿什么的呢？仿掐丝珐琅的，用瓷器来仿，瓷器仿的香薰香筒。这个都有清宫都有记载的。这是仿什么呢？仿扳指的，各种品种的扳石纹，有大理石，有紫檀香金的，这个品种在清宫档案当中都有记载。这个乐善堂是当年乾隆年轻时候读书的地方这是仿这一摞古籍一摞古籍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海棠形的碗这是一个扎斗
啊，这个曾经拍卖会上曾经露过脸的啊，非常好，工艺也非常精湛。这是它的底款。实际上这件东西呢，这是不能叫扎斗了，虽然这个造型是扎斗的形状，应该叫尊，因为这个造型是仿青铜器的，只不过到后来变成了扎斗。但是这件东西呢，是一个仿尊形的石纹釉花盆，啊，这是一个花盆，这是一个香炉啊，山竹炉。哎，东西太多了，这个都讲不完，天哪！啊，这给大家看一下吧，看一下这个仿干果呀，仿，你看这是在故宫里边收藏的海螺啊，贝壳啊，海贝。这是海螺啊，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工匠掌握这个色彩，用实物仿的，看见没有？这都是仿的啊，这是仿的海鱼。这仿的鸭子啊，北京烤鸭这鸭子。这个是仿的什么呢？螃蟹、石榴、核桃、荔枝、花生，是吧？包括里边这个还有枣、瓜子啊、菱角等等啊，这个里边非常多。仿的荔枝啊，仿的干果，这都是这个属于供果了。石榴啊，柿子。石榴啊，这是仿的花篮啊，这个仿的是什么呢？石英石假山啊，仿的假山，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以前平时看不到的啊，这个包括灵璧石啊这些东西。那么偶尔在市场当中，你看没有蜗居鸡翅啊，青丸，这是当年这个谁啊，唐英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啊，这些东西看见没有？这是仿的一个钟，啊，仿青铜器的，啊，仿铜器的，这是在上海博物馆的。这个尤其关键在这个下边，这个底下是瓷器用的银釉仿的一个银器的一个器座，啊，这个盖罐，所以这种东西啊都是我们很难见到。这好像是国家博物馆的吧，仿这个战国啊时期的一个。错金银的一个希尔尊，所以乾隆时期的这种水准呢，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仿古啊，是前无古人的啊，前无古人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造型各色具备，品种繁多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讲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器的造型啊。凡生活用品、陈设品、玩赏品、文具等各色具备，无奇不有。此时的字池的这个分工啊，精细到每一个具体的工人，比如说拉、雕、印、旋、锥、拱、削、镂等诸多的技法。它能同时的聚在一件器物上，大到1米多的瓶，小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扳指啊、鼻烟壶啊、接在牌呀、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在银流斋的说辞上面呀，就曾经这样评价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个制瓷工艺，叫什么呢？叫几欲鬼斧神工。已经到了这种境界，这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当时的工匠们能把你看到的、所描述的，都可以通通的给你做出来。所以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那种新奇的、精巧的镂雕瓷器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诸多瓷器当中啊，它的工艺也是比较复杂的。通过镂空啊、雕刻的技法来做彩瓷。其实这种彩瓷呢，雍正时期就有，比如说做瓷灯，啊，他把它镂空，把这个胎做薄，然后灯呢通过那个孔啊，把光透过来，啊，类似像这种瓷灯。
那么这上面呢还得雕琢各种纹饰，这就叫镂花啊，镂花。那么这种新颖的工艺呢，的确啊，创造出了这种艺术和工艺为一体的一些艺术作品，通通的反映出来，而且它的工艺呢，也足够的体现了精湛娴熟的这个字词的这种技巧。那么我们赶快给大家再看几件东西啊，看几件什么东西呢？来，这两个瓶，这个应该是镜头前的朋友应该都见过。如果没见过的话，正好你们看一下。这边我们左手的这个瓶啊，这个降底描金的上面这个纹饰，中间是镂空的粉彩花果，里边是青花瑞果图。这个瓶啊，是1988年5月18号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的，它的高度是40.5公分。这件东西呢，是我们瀚海这个秦工先生啊，当时这个老总啊，秦工先生拍板买的。谁去举牌的呢？大家这个大名鼎鼎啊，这个大家比较熟，马未都啊和刘岩两个人去买的，啊，花了1650万买回来的。那么这件东西呢，据说是当年圆明园流出去的，啊，那么这件东西买回来以后呢，哎呀，这个还是比较震撼，啊，后来这件东西呢，又给了首博，啊，这个就是我们秦工先生啊，在当时80年代啊，还是非常有魄力，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港币，买的这件东西。对于我们当时也是听了挺震惊的，我个个都佩服秦工先生的这种魄力，买了这件东西，这就是把国宝的东西真正是回流了，这个秦工先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件东西呢，现在交给了首博，成了一级文物了，这个东西呢，因为目前所知的也就这么一件。那么这是我左手的这一边，右手的这件东西呢，也是镂空的，看见没有？是豆青釉暗花镂空的这边呢是镂空的牡丹花，里边是青花花卉，这件东西尺寸和那个一样。但是呢，这是我2003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一个朋友的这个店里边看到的。这位朋友呢，当时给我看这件东西他跟我讲，他说：“哎，汤先生，叫这个我给你看一件这个青瓷。”我当时一听，脑袋嗡了一下。我说：“这个青瓷，我们在大陆青瓷的话，一般都指什么呢？都指高古瓷器比如说越窑瓷器耀州窑瓷器，这种都说青瓷。”哎呀，我说看青瓷，既然来了嘛，又是朋友，人家很热情的接待你。我说那就看吧，看看是什么好东西那这个，既然人家人推荐给你看，那么一定东西不错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面前的一个小看门一打开，把里边灯一亮。这2、3门一打开，灯一亮了以后，我眼睛也亮。结果是这一件东西在里边，哦呦，把我看得高兴真的是太激动了，是吧？一看到这个东西，我马上就想到了秦工先生的这一件东西。这2件东西都应该是圆明园出去的，至于怎么出去的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因为这2件东西都是一个尺寸
啊，都是这么精湛。遗憾啊，我们这些人真的经常失之交臂，太遗憾了。我说，这位先生因为姓陈，我说陈先生，非常感谢啊。他说没关系，你拿出来看嘛。哎呀，这个上手这个机会就更难得了，抓在手上看一看，啊，把整个上下左右这件东西呢，是当年红喜美术馆收藏的，啊，我说那你这件东西怎么样，也是要卖吗？多少钱呀？他说汤先生，我们呢大家是朋友，这个我开个价，啊，你听一听。他说这样，1500万人民币。我说你开的太合理了，一点不高。但是我心里很哆嗦呀，我要有钱，我一定当时当机立断就拍下来，一定把它买了。我哪有钱呀？我看到它，我真是激动的，我都没办法，都哆嗦，太难得一见了这种东西，是吧？溢美之词呀，嘴里边直往外冒。那么上过手也摸过了，哎呀，但是实在无能为力。如果说我要是认识几个大厂家、大企业家，我一定会推荐给他的。可是我手上没有，没办法，是吧？后来这件东西呢，在苏富比拍，是吧？我就在现场，啊，当时的拍卖也非常成功，啊，这个大概是4600万港币吧，落锤的。哎，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些人失之交臂的，碰到东西很多，精湛的东西也见了很多，但是没有办法啊，有的时候也是无限的遗憾啊，无限的遗憾。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非常精湛的作品，因为这是有历史、有故事的东西。那么我顺便的给大家讲一下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件东西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作品呢，这一件吧，这个东西呢，大家一看都认识，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慈母大尊，啊，我们叫它各色彩绘。慈母大尊，高86.5公分，但是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件东西。我告诉镜头前的所有的朋友，这一件东西不是故宫的那一件儿，这一件东西是在美国。我给大家看啊，为什么说它在美国？这就是1964年在美国纽约一个画廊里拍卖的这件东西，而且它的编号、拍卖号。大家看一下，拍卖号第132号拍品，啊，它的尺寸是34又1/2英寸，正好是86.5公分，啊，86.5公分。那么这件东西呢，是当时啊，我在这个在这本书啊，因为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的。然后我随即就把这个照片啊，把它拍下来，给谁看呢？马上就去找，这是我当年拍的照片，然后呢给耿宝昌先生看。我说耿先生啊，这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啊！他说什么东西啊？我说慈母大尊究竟有多少件呀？他说，据我所知就一件，而且我到故宫就这么一件。没听说过第二件。我说告诉你，耿先生，我又发现一件。他说不可能。行，我说不可能是吧？我马上给照片给你看，而且这个拍卖的记录我给你看。结果耿先生一看也很震惊啊。然后呢，我说咱们先看啊，不管它，把这个瓶的尺寸以及纹饰，最后认认真真仔细一看，下出这样的结论：第一，这个纹饰和故宫纹饰一模一样，而且一个是